Hello 大家好。我们在上一个影片呢是分享 COT 如果瞬间加满载，那它的响应速度以及它的反应过程大概是怎么样。但是呢，聪明的朋友应该会想到，如果反过来呢，那反过来是 COT 就是它的 duty 是固定的，固定一个值。那么也就是说，当我轻载的时候，我不要这么大的 duty 怎么办？假设我的轻载 duty 需要程度上的缩小，那可是你 COT 啊，你 duty 不能动啊，那怎么办？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好，那我就做这个简单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我用的这个 COT 系列它的过程以及它的反应是这样。那当然有些朋友可能看到不同的结果或者说不同的 IC 有不同的反应，那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那所以我分享的方法只是根据我用的这个系列，那它的这个方法没有绝对对错这个也不用喷我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我用的这个系列呢，它在轻载的时候它会进入一个叫做Pulse Skip Mode， 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在 duty 很小的时候那很简单嘛，你如果觉得它 duty 太不够小，那其实就是你把 off time 的时间我把它拉长，你可以用这种概念去想就简单了。当你 off time 拉长的时候，程度上的意思就是你 duty 在缩小嘛。可是因为我一个 duty 是固定的那我怎么让它缩小？很简单，我下一个周不要打，我整个下一个周不要打，还不够，我下下周还是不要打。那我2周不打时间，我就好比我把我的 on time 的时间拉长了嘛，就这个。比如说这是我的 on time 时间，这是我的 off time 时间。那如果我1周不打呢，或者一段时间不打呢？但这个不打不在我 off time 时间这只是额外加上去的，所以它叫那个idle 的这个时间呢，加上 off time， 那我程度上其实就是我的 on time 时间是缩短的嘛。那这就是它这个模式，它就称为叫 Pulse Skip Mode。那它的整个过程呢，我们先分为3个 state。你原本的 on time， 我假设这是一个bug 控制，你的 on time 这是原本有的 state， 然后一个 off time， 这个 off state 就是它原本的，再加上一个 idle 是什么？就这2个开关我都不开了，那你会想，不开那电感怎么办？这个电感的电流要能做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等一下我们会说到，所以 idle mode 有一个先决条件是电感已经放到完全没有电了，直接靠这个完全纯电容的放电过程，我就所谓的 idle mode。我这大概先理解一个这个开关有3个 state， 上面开关导通，下面开关导通，以及2个开关都不开，我就 idle mode。 然后 idle mode 呢是处于电感电流完全放到没电的时候呢，它才会进入这个所谓的 idle mode。 当然也意思代表着电感因为放到没电嘛所以这个 mode 呢是操作在 DCM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就是它这个电感电流是完全放到没电了，所以它会进入所谓的 DCM。 那正常操作的范围呢它会回到 CCM， 所以这个DCM 是针对lie low 所使用的。那什么叫做 Pulse Skip Mode 这个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接下来就是它的整个操作过程。那我们从 Active 这边开始看当我电压掉到我的参考电压值的时候，就我们典型的 COT 嘛，顶到这里就要打开嘛，然后固定时间后就关掉嘛，这是我们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从这个地方顶到了它就打开。这是我们的 state， 还记得吗？第一个 state on，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第2个 state 是什么？ off 是什么？我把我的开关因为固定时间到了嘛，我把它关掉。好，关掉开始掉。麻烦来了。什么叫麻烦来了？它到了我的 off time 过了，而且我整个周期都结束了，它还没有顶到我的那个 reference 所以它不能再打开嘛。这个时候呢，它就进入到那个什么下一个模式。那下一个模式什么时候？下一个模式就是等到我的电感电流刚好也放到没电，放到没电的时候呢，就知道了，这个电压还没顶到了最低值然后呢电感也没电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进入所谓的 idle mode。idle mode 就会把整个那个开关2个都关掉，就是 low Q， 就是这个最省电的状态。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的电压又顶到我的那个 reference 值这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它会马上又打开。
然后打开呢，充的电呢又够放哦，它又放很久，放到什么时候？放到电感电流又等于0哦，它又开始等到这个电容放到没电，所以事实上等到触发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电容已经放到一定程度，那不能说没电了，就是说这个电容放到我的参考电压值的预设值的时候呢，我就再重新对电容充电嘛，电感充电，然后电感再对电容放电，然后电容被充电，这个有点老舍就是再重来一次。从电容已经放到这个位置了，所以电容必须被充电，对不对？所以我们先对电感充电，然后电感呢这个对电容放电，然后电容呢再自己放电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最重要是有这2个粉红色的，里面必须有一个线路来快速判断这个那个 state 的改变是 on time off time 还是 idle 的那个 state。所以呢，这边会所谓的快速的导通，那个导通的意思不是开关导通，快速的导通是这个模组启动，当然伴随的也是这个开关快速导通啊。然后呢，这个快速线路的 off，他发现了这个 PWM 不要再打了，这个下面的那个 pulse 都必须被 skip 就是那个跳开嘛，忽略它嘛，所以快速的 off。所以这2个呢，就是做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如果这边不小心判断错误，又打开了1周，那电压又继续往上飙了，对吧？那就变成那个过电压了，那就不对了。就是这样的一个pulse skip mode， 让它的 off time 嘛，我 skip 很多个周期，那 off time 就加长了。off time 加长，我的周期就好像是从这个滑鼠的最左边这里到最右边的这里。那我的整个周期好像有点拉长，我的 duty 就缩小了嘛，那我的电压就可以停在我想要电压嘛，哪怕是5载也可以，就是所谓的 pulse skip mode。那简单的总结所以这个 pulse 呢，它是用来这个 charge 这个电容以及这个电感，那其实这2个是同时的。刚刚我们在讲的时候应该是再广义一点来讲，因为buck 嘛，电开关导通的时候，电是从输入直接到电感也到输出上的，所以它会去 charge 这个 coil 以及这个 cap。那使用的这个频率呢是原来的定频就是说你预设的那个定频。那当这个电感完全被放到没电，我们放到没电就开始要进入 DCM 的时候呢，那这个内部的控制线路就会被 shut down。shut down 意思是什么？就是进入 idle mode 就刚刚讲的 idle mode。那这个 ultra fast loop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快速的判断的那个控制线路那它就是它必须提供一个最佳的站态响应，因为它速度要自己很快，然后来解决这个站态响应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我在这个时候瞬间加载怎么办？对，刚刚讲的很棒这个梦做的很美。那因为5载嘛，如果我突然在5载的时候瞬间你在 idle mode 的时候，我突然给加载呢，电压掉很快呢，所以这个 ultra fast loop 就要承担一个很重要责任了。为什么它 ultra fast？ 因为我瞬间加载的时候，我电压一旦快速顶到我的 reference， 我整个流程要赶快回到 on time 的那个 mode，这个就是它很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在评估这种COT 进入省电或是说所谓的那种pulse mode 或是有些人说 burst mode 都可以。你要评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有没有办法在5载的时候突然加满载，它有没有办法快速恢复时间多快就是各家厂牌在处理的不同的方法那以我举的这个例子我们用的是上影片的那颗 IC 它这个方法是非常的快的非常的快。那当然快的方法就会需要用到快的元件嘛，所以事实上它里面是用快速的那个 comparator， 就非常高速的比较器。那当然有时候非常高速比较器相对价钱就会高一点点。快速比较器来在这个 loop 里面快速产生这个逻辑变化，赶快唤醒或者关闭哪部分的线路这样。OK， 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谢谢大家观赏，谢谢，拜拜。